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鹤棣搭档白鹿出演错撩，会借此成为顶流吗？基本不可能。最近，王鹤棣方工作人员正式发文，确认他将出演改编自热门小说的都市爱情剧《错撩》，女主角则是当下炙手可热的流量小花白鹿。消息一出，瞬间点燃了全网讨论，不少人调侃王鹤棣这次要彻底翻身了，但也有人泼冷水，想借一部剧跃升为新一代顶流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双引号。事实上，从行业整体环境到个人条件，再到舆论生态，王鹤棣想凭错撩再度突破晋级顶流，这条路注定不会轻松。娱乐圈的风向早已变了，顶流的时代或许已经悄然落幕。回望近10年娱乐圈的发展，2019年前后可以说是顶流繁盛的最后时期。那几年，资本疯狂入场，粉丝经济处于鼎盛，流量演员一夜之间粉丝暴涨，品牌代言接到手软，站姐追击如影随形。但从2020年起，情况急转直下，行业整顿，审查收紧，饭圈文化受限，再加上几轮塌房事件，观众对流量二字逐渐生出反感。如今的大众舆论更强调作品说话，而不是流量造梦。很多人追星的热情在一次次塌房中被磨灭，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理性、越来越挑剔的观众群体。王鹤棣虽然凭《苍兰诀》在2022年爆红，但爆剧效应属于短期集中爆发型，他距离真正的国民级知名度仍有一段距离。一部《苍兰诀》让他实现了从流量新人到新晋热度演员的跨越，但想成为顶流，那需要的是长线积累和全民击破圈力。顶流的定义从来不是微博热搜次数，也不是粉丝为你打榜的数据，而是你走到街头，非粉丝都知道你是谁，你代言的产品，普通人会主动买单。而这种影响力，恰恰是目前娱乐圈最稀缺的资源。很多人不愿承认，但在粉圈生态里，恋情就是顶流的最大死穴。顶流是什么？是要让无数人心动，让女友粉幻想自己是唯一的那个人。他们当然知道现实中不可能，但梦是粉丝经济最重要的养分。而一旦偶像有了明确的恋爱对象，那种梦幻感就被无情地戳破了。王鹤棣从出道开始，圈外女友的传闻就一直没有断过。虽然他的公司几乎每次都不予回应，但沉默本身就成了舆论的温床。尤其是《苍兰诀》大火之后，他被扒得体无完肤，从综艺片段到私人生活，从高中同学到社交账号，一切都成了网友扒背镜下的线索。有人说，王鹤棣的热搜不是靠作品，而是靠话题。这话有几分残酷，却也有几分真实。娱乐圈的规则从未改变，如果你想成为全民级的梦中情人，你就得为梦让路。顶流是孤独的，他们要牺牲真实的自己，维持完美的幻象。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流量明星宁愿冷处理恋情，也不肯公开的原因。王鹤棣或许不愿刻意隐瞒，但在粉圈语境中，有女友本身就意味着掉粉，没有梦女的幻想，就没有持续的流量动力。粉丝不会花钱去养嫂子，这是粉圈铁律。苍兰诀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。东方青苍这个角色拥有罕见的双重魅力，强势霸气又深情克制，既能吸引课堂党，又能让剧情党买单。再加上大强老师的配音加成，角色的立体感被推到极致。但问题在于，观众爱的是东方青苍，而不一定是王鹤棣本人。很多演员都经历过这种角色大于本人的困境，比如当年李现凭《亲爱的》热爱的火遍全网，但之后的作品热度明显下降。再比如朱一龙靠镇魂封神，
但要花数年时间才逐步完成演员转型。王鹤棣现在走的也正是这条艰难的过渡路。现实中的他有点直男中二嘴快，在综艺里常常凭搞笑出圈。这虽然带来了亲民感，但也让他逐渐丢失了神秘与距离。一个顶流需要的是可望不可及的光环，而王鹤棣的人设目前更像是邻家沙雕哥。观众喜欢他，但这种喜欢更多是娱乐消遣式的，并不意味着会为他持续买单。缺乏可持续的角色认同，是他与顶流之间最大的鸿沟。顶流的另一个标准是商业转化力，即品牌是否愿意为你花大钱。从目前公开的代言信息来看，王鹤棣的商务资源虽不少，但层级普遍不高，多集中于中腰部消费品牌。相比之下，同期爆红的演员如肖战、王一博、易烊千玺在商业布局上已经形成稳定的高奢矩阵。一个真正的顶流，不仅要接广告，还要有奢侈品背书。王鹤棣目前还未拿下任何国际一线奢牌的全球代言，甚至连大中华区形象大使都较少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资本还在观望他的人气高，但消费号召力不稳。粉丝多不等于能带货，网友热议不等于能成交。品牌最看重的是确定性，而王鹤棣目前的热度更多来自剧粉和短期话题，粘性不够。此外，他的粉丝群体年龄偏年轻，消费力有限，加上舆论争议不断，品牌自然会保持谨慎。所以，从商务角度来看，他距离顶流的门槛依旧差着几个量级。娱乐圈最残酷的现实是，再高的流量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真正能让一个演员站稳脚跟的，永远是作品。王鹤棣出道以来，代表作除了《苍兰诀》，几乎没有能被大众广泛记住的角色。《玉龙浮屠》《圆我们的西南联大》等作品的口碑都比较平淡，这意味着他的演员履历仍不够厚实。对比来看，白鹿在这方面显然走得更稳。他从周生如故、宁安如梦一路积累，塑造了多个不同类型的角色，在古偶赛道几乎是稳定输出的代表。这也是为什么错撩官宣后，更多人关注的是白鹿能否再创爆款，而不是王鹤棣能否封顶流。一个演员能否持续上升，关键不在于一部剧火不火，而在于之后3部作品能否稳住热度。而王鹤棣眼下还没有拿出这样的作品储备，这也是为什么业内普遍认为他要真正跨入顶流行列，至少还需要2-3年的积累期。错撩作为 IP 改编剧，本身自带话题热度，原著粉基础庞大，加上白鹿的流量与稳定演技，确实能为这部剧带来不错的讨论度。但从目前的市场反馈看，观众对于甜宠偶像剧类型已经明显疲软，想靠此类剧再复制《苍兰诀》那样的奇迹，难度极高。即便剧本扎实，营销到位，也顶多是热剧级别，而非破圈级现象级。双引号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剧能否展现王鹤棣更深层次的演技？如果只是重复霸总、反差萌的人设，他将很难突破自我标签，反而容易陷入戏路单一的桎梏。简单来说，差的是厚度与定力。厚度代表作品、口碑积累、人格魅力的沉淀；定力在浮华中保持冷静，不被短期热度绑架。娱乐圈从来不缺帅气的脸，也不缺一夜爆红的人。真正能走到最后的，是那些懂得慢热与自持的演员，比如胡歌、易烊千玺、张译，他们都有过流量巅峰，但能持续走高的根本原因是作品稳定，个人态度真诚。王鹤棣如果想更进一步，也必须从偶像光环中走出来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演员。结语：顶流梦可以有，但作品才是立身之本。错撩确实是一个机会，但不是通往顶流的捷径。它或许能让王鹤棣巩固热度，维持曝光，
但想登顶，还需要更多厚积薄发的作品。毕竟时代已经不同，顶流不再是速度游戏，而是耐力赛。王鹤棣若能稳住脚步，沉淀演技，挑好剧本，也许他不一定会成为顶流，但有机会成为实力演员。而在当下的娱乐大环境里，这反而更珍贵。演艺之路漫长，顶流只是短暂的光，作品与实力才是永恒的底色。王鹤棣，加油吧！愿你不被流量左右，也不惧风浪前行。